中国收拾美国军火商，罚款近1000亿，不交罚款后果严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近日，在美国因为流浪气球事件宣布制裁中国4家公司之后，中国也宣布对美国军火商实施制裁，而且看起来可不像是报复，因为中国惩罚美企的力度非常大。中国商务部宣布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防务公司实施制裁，并罚款990亿人民币。原因是这2家公司在过去3年中向台湾地区出口了495亿美元的军火，罚款金额是交易额的2倍。这次制裁是中国颁布不可靠实体清单法规之后的首次具体实施。美国人这次喜提金牌却不令人意外。中国规定，被制裁的美国企业必须在15日内全数上交罚款，逾期或拒绝执行决定，将依照不可靠清单机制追加处罚。这样的表述给人一种美国人胆敢不交罚款，后果会很严重的感觉。其实，中国要收拾美国的这2家军火巨头，罚款执行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些公司的主要业务不在中国，对台湾地区的出口军火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其被制裁所能承担的风险。除了要交纳罚金以外，中国还对这2家军火公司实施禁止与中国企业进行贸易、禁止被制裁美企高管入境等等处罚。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对美国军火巨头颁布巨额罚款有可能实施吗？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第一，巨额罚金，美国企业肯定不会交纳，但是预示着美国军火巨头将永远失去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美国军火巨头交纳990亿人民币的罚款不可能，但是没关系，逾期不交纳，我们就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实施额外的惩罚，滞纳金将会越积越多。美国的军火巨头往往都是商业综合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与中国没有军火交易，但是其控股的子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涉及能源、环保、核电等多个领域。如果他们不交钱，那就必须远离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比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旗下就有做私人飞机业务的公司，中国市场这一块大肥肉他就吃不到。洛马公司与中国在核电站的安全系统方面也有合作，这个市场规模也不会小。第二，美国军火巨头必须被中国的稀土供应链排除在外，拿不到中国的稀土必然会影响其武器的研发和交付。美国的军火公司已经有计划减少对中国稀土产品的依赖，那么好吧，我们就再帮助你们一把，加速这一进程。不能说美国一定离不开中国的稀土产品，而是缺少了中国稀土产品的供应，必然会导致美国武器生产成本的提高，甚至影响其武器正常交付。F-35战斗机此前就因为使用中国的稀土磁铁导致交付停滞。不要忘了，目前全球只有中国具备稀土的开采、提纯、加工的全套工艺和生产能力。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要向全世界释放台湾问题是红线，中国的主权不容侵犯的信号。今后对等制裁美国将成为常态。美国使用长臂管辖手段制裁其他国家司空见惯，而其他国家要想制裁美国可不那么容易，因为美国是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在产业链上受制于人的领域比较少。望眼全球，要打击美国的这种霸凌心态，在世界范围内也就只有中国能做到。而且中国的本钱有3个，一是我们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只要将美国被制裁的企业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就是一个严厉的惩罚。二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有自己强大的地位，能损害美国相关企业的供应链安全。三是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和底气，对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企业实施制裁。有了美国2大军火巨头这个反面案例，对于警示其他国家就是最好的教材。总体来说，
中国要求美国军火巨头交纳900多亿人民币的罚款，看上去似乎不大现实。但是我们要的根本不是这点钱，而是要给美国人立规矩，并向其他那些企图跟在美国屁股后面反华挑事儿的国家发出强烈警告。对等制裁今后将是常态，美国人也该学会适应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